Hello，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指导灵给当下的讯息。我们要看一下，在我们周边守护着我们、爱着我们以及关怀着我们的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那关于最近我们的生活、情感、事业等等，指导灵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讯息，来帮助我们进行成长、发展和突破。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凯牌传递给大家需要讯息的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充分的感受到，在这个浩渺的宇宙当中，我们是被爱以及被守护着的。在此祝福大家，在我们这个充满变化和变革、转换的过程当中，可以很好的感受我们的身心灵状态，并且照顾好他们。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调整我们的能量，对齐我们的各个脉轮。好，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闭上双眼。好，轻轻的拥抱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的身体正带给我们的能量、养分和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调节，整理和整合我们当下的能量。好，大家可以轻轻的呼吸，好，再缓缓的睁开双眼，好，感受身体带给我们的能量和保护。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今日通过卡牌要连接的主题呢，是指导灵给当下的我们的讯息，关于我们的灵性成长，关于我们的能量整合和提升，好，关于我们当下生命当中各方面的事件，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和关注的点呢？那指导灵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在今日的卡牌当中，我们一起来连接、传达和接收这样的主题和讯息。好，我们的3副组牌，最左边的第1副组牌，好，我们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好紫锂灰水晶柱。哦，天哪，有点淘气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我们的这一颗水晶柱，或是天然石6棱柱啊，好，它的能量震动是否是和我们相符合的呢？好，一颗美丽的紫锂灰6棱柱。那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白色水晶6棱柱。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它的裂痕啊，好，形成了非常天然的缎带或是丝带状的好形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颗水晶柱，它的能量是怎么样的呢？是否是和我们的频率相符合的呢？好，这是我们中间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绿色水晶6棱柱。好，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好，这颗水晶石它的色彩，它的能量。好，是否要传递给我们一些讯息呢？这是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一颗绿色水晶6棱柱。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今日我们要传达的是指导灵当下的讯息。那大家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话，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颗紫锂灰6棱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指导灵给当下的讯息。我们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帮助大家传递指导灵要给予我们的关于我们的整合能量，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情感、事业等等方面的讯息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紫锂灰水晶柱，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一组的朋友。好，我们看到是27号 Let go and flow。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孩正在自信、快乐、自由的荡漾在秋千上，然后我们秋千的上方呢有这个7色彩虹，好，正在天空给予我们的女孩一个照耀、保护和指引。指导灵告诉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最近呢，你们的状态有可能正在去打开我们的心轮和3眼轮，这2个部分呢，有可能正在震动和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些启迪和鼓励。能量呢，正在通过我们这个脉轮涌入。当然，这个能量并不是所有外界世界的能量，而是我们需要的，或者说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维度和能量状态要给予我们填充，或者说给予我们进行能量调和和补充的。第一组的朋友呢，最近在
这个能量整合的阶段啊，你们有可能会发现生活正在发生着有的是90度啊，有的朋友是180度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其实都让你们反过来用另外的一个视角来观看世界，来观看比如说你们的保护层啊、保护圈啊，或者说你们的 aura 正在弹跳，或者说反射给你们什么样的光芒和光彩。我们第一组朋友啊，当你放松心情，当你可以放下某一些执着、某一些纠结，当你可以去跟着感觉走，跟着心情走啊，跟着宇宙的安排走，你会发现其实啊，当下这个外在世界会越来越让你感觉到无忧无虑，或者说没有困扰。你空头朋友会说，这种状态只是偶尔出现的，或我们内心小孩出现的时候，暂时可以陪伴我们一下。这种无忧无虑的感受，有可能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找到了，或者说当下的这个三维世界没有办法让我们无忧无虑。而这种无忧无虑本身是你们的本能，也是你们的情怀。最近呢，哪些事情让你们抓住？哪些事情让你们感觉到压力啊、恐惧啊，或者说是我看到是不自由啊，或者说被束缚等等，或者说难以进退啊。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放下的点 ，let go 啊，让这件事情放飞，让这件事情以它的方式发展，让这件事情呢跟着 flow， 跟着我们宇宙的波流啊去运转。不管是得与失，来与去，我们第一组朋友你们都是自在、自信且安然的。宇宙和指导灵会保护你在一个舒服的状态去迎接一切你想要的体验。而这个27号的数字其实也是我们在灵性上非常终极的一种追求状态。有可能宇宙和天使正在让我们跟着灵性和感受走，也包含了我们卡牌当中这个形象啊。好，我们的这个女神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好能量的天使啊。它的衣服紫色、粉红色，代表了什么？我们需要从内在去感应、关怀和疼爱自己啊，像一个 Barbie 一样啊。有一些朋友是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也是一样，释放你们的内心小孩，你们可以是任何的色彩，并且我们的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个正在好像是我们的心轮在打开这样的一个图案呢。它很像是一个靶心，或者它很像是一个漩涡，绿色。那这也代表了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正在跟着心和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风会带着你。好，我们这个宇宙会承托着你，而且指导灵希望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不要特别担心当下的一些突如其来的、奇怪的，或者说进行断舍离方面的一个选择，你们一定是安好的。看一下我们的副牌我们的副牌是35号 Spirit Guardian of Autumn。 好，秋之精神。我们看到这两张牌有没有一样？Letting go 当出现的时候 Starcy 也觉得很神奇。那这两张卡牌集合出来再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有些事情得过且过，让它过。有些改变尊重它的这个变化。因为我看到在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世界当中有可能会迎来一些这个真正的转变。所谓的转变有可能是旧有事物的消逝和新的事物要到来。所以当下这个阶段有可能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正在一个让自己通过一些外在实相变得更成熟、更丰满，内在更有吸引力的一个阶段，静静的、安全的、自在的去守候这一切。你周围的指导灵和天使将会帮助你去完成当下的一系列的转变。那我们秋之精神也可以看到很多枫叶等等在过去去年秋天的时候，或上一个秋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曾经经历过什么呢？我看到你周围的指导灵在告诉你，这些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你曾经屡次需要迈过去的比如说是关口，还是坎，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在变化，都正在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理性，更加的拥有智慧，更加的回归自我和本能。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内在的这个可以说是本我以及跟你们高我这个连结会告诉你们一切。所以一切来去都如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所想和所感，也是你们感召的，并且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感受到你们会困在某一个场合、场景或事情里边，这个矩阵是你们可以打破的因为你们本身就是自由的主角。好，今天看完了我们的两张卡牌也能够直接的感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你们会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的发现，在你们的周围会聚集出一些新鲜的事物和可能性。而这个新鲜的事物到来之前，当你们和旧有的事物进行某一种告别的时候，有可能你们会呈现某一种状态，就是空。因为我们说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嘛或者说一个事情春夏秋冬
啊，然后我们这个起承转合，最后我们都会落在这个点上。所以当下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也正在某一个转折点上，或者是零点和原点。如果有一些事情空了，你们最近的一些想法空了，你们最近在一个空极啊空的状态，不要担心，这代表了你正在去孕育新的活力和机遇。这一切都是随着自然和我们这个宇宙生发而走的，所以你在一个对的阶段，你们需要让自己放松，或者说对于某一些事情放弃放手。放啊不代表不会拥有，好吗？第一组牌朋友，我们看一下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信息啊？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 Oh my god 金币10号的逆位， T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好，我们这边看两颗10号牌啊，这边10号牌在告诉我们什么？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的逆位。好，我们这边看到 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号的正位。我们看到这边是金币4号的正位 Four of Pentacles。 好，我们继续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好，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正位 Eight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8号的逆位 Six of Wands 权杖6号Two of Cups。 好，这边吊人牌的逆位和宝剑7号以及权杖1号一起飞出来了。好，我们采用这些讯息其实非常明确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最近这一个阶段啊，你们一定在经历着人生当中的某一方面的转折和成长。金币10号宝剑10号，一些朋友在转职啊，一些朋友有可能过去的工作和这个有可能是生活形态啊，正在到来一个必须发生转折的这个阶段和时间点。具体的时间呢，有可能一些朋友是过去的4个月，一些朋友有可能是未来的3月到4月，就是未来2个月期间。在这个小半年当中，更多朋友你们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说这个180度的变化也罢啊，还是说你们的这个生命正在发生着向某一个新的方向进行转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前3张牌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过去的一些事情不必执着，特别是有可能我们已经播种了很久啊，看起来成果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宇宙有可能正在这个时候推了我们一把，让我们往其他的大门前进一步，这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有点吃惊，有点惊讶，甚至你们有可能想要去巩固旧有的一些比如说成就，然后旧有的一些积累。宇宙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呢，在你们存在的地方能量是无限的，好，你的胸怀和格局有多大，这个可能性就会有多大。所以当下你周边所出现的这个人事物呢，无疑在告诉我们第一组的朋友，这是你们去扩大你们的格局，扩大你们的影响力和迎接你们胜利的时候。当然这个胜利是来自于什么？我看到是周围人的帮助，一些良好机会的进入，你们的华丽转身去引发和寻找到了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圣杯8的逆位，有些朋友指导灵在告诉你们啊，过去失去的这些机会，有一些大门没有敞开给我们，有一些机会啊没有落到我们的身边，落到我们的肩膀上，并不是我们的不优秀，而是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回过头来仔细查看和感受一下。这个阶段的你们是否是太疲惫了？这个阶段的你们是不是由于最想得到某一个成果，或者说某一个连接啊，或者说跟某一个人的感情怎样的进展，我们基本上忽略了我们本有的能力和能量。你们值得更多，你们值得更好，你们值得提升的更高和更快。所以最近这个阶段能量在发生整合的时候，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会跳脱旧有的方式，有可能你们会用新的方式去对待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有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很快的权杖6号和圣杯2号遇见新的可能性，甚至在未来的合作上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稳定和牢固，而不是让我们一味的付出能力和能量去支撑着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支撑让你们太累了，让你们无法喘息，甚至在过去有可能积累了身体的疲惫和情绪的这个压力等等的困扰。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注意一下当下的讯息，在你们的周围，在你们当下这个世界里边，就已经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在敲门了。而这些敲门啊，有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有金币4号是紧锁大门，有没有？有可能我们这个大门还没有为对方敞开，但是有可能机会已经马上就要涌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吊人牌的逆位是什么？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2张牌其实都是蛮吊人牌的啊，包括我们这边这个金币10号也有一些倒吊人的感觉。
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当下你所遇见的和看到的很多事物。好，有可能这些事物的背后啊，蕴藏着机会，蕴藏着智慧和能量。那比较好的消息呢，还有就是在未来的2个月，当下我们是马上跨入3月嘛，在3月到4月，或者说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未来2个月之间，不管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题和话题是不是有一点抽象，第一副牌朋友你们会感受到，一定会感受到你们的生活里边出现了好像是猜谜游戏当中的一些提示，你们会感受到一些信息，而且呢为此而行动。所以行动的能量呢，其实已经可以说是迫在眉睫，或者是来到了我们世界的某一个关口，某一个冲锋点上。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现在不必冲动盲目，也不必迷茫，你们需要做的只是稳定并且呢去接纳迎接外界世界给你们带来的机会，给你们带来的提示和提醒就够了。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最近这个时间段啊，指导灵看到了你们在兢兢业业去忙碌一些事情，你们在做一些准备和计划，你们有可能为了功课，为了比如说我们专业，或者说为了我们的事业呢，殚精竭虑，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指导灵在告诉您的是啊，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你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辛苦，或者说在历经考验，然后历经压力的时候给出的付出，其实都有被宇宙接收到。但有可能在对的时间呢，宇宙才会给予这个事情以回应，或者说给予我们这个努力的目标以很好的回馈。那你有可能马上就要接近这个终点线了，有很多人正在为你鼓掌，有可能是你的指导灵，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有可能是爱着你的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周围能量喜爱的，我看到你周围有很多指导灵正在为你加油。当然了，我看到啊，指导灵在告诉你的就是你们非常的需要去疼爱和关注自己的内在状态，健康和平稳、平和的心态或者平衡的一个能量吸收、释放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总要说要心态好啊，要保持轻松啊，我们要看淡，我们要放弃执着。那这些事情终极的一个能量支点在哪里？无疑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呼吸吐纳。好，每一次我们进行能量循环的时候，它有没有真正的一个积累，或者它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地基？它的基础就是一个平衡的原则，呼吸吐纳嘛。每次我们呼进氧气，然后呼出二氧化碳，呼进氧气啊，呼出我们的废物和杂质。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更新着我们的身体，也跟周围的环境发生着能量的交互和碰撞。所以当负能量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内在的能量去转化它，不管是转化成为所谓的二氧化碳也好，还是转化成为我们这个新陈代谢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个微粒子的变动，我们都需要去真正的将这个能量通过我们的身体发生一个意识上的转化。这个转化呢，其实来源于我们的合作和接受，来源于我们信仰的固定，也来源于我们和指导灵的配合。讲得更加简单一点，第一副组白朋友，你们必须要相信自己，你们的存在，你们做的一切事情是有道理的，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根据着你们的最高目标，或者说你们去设置的这个愿望点，或者说你们的显化在一一组合。如果我们最近遇见了一些难事，一些困扰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安，有可能是这个三维世界当下转换发生的一些固有的外在的变更和变化，但是他们干扰不了你的内在机制。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需要陪着指导灵一起去设置好你们这个能量保护罩，并且呢，这边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啊。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有这种一战告捷呀、首战告捷的感觉。这指的应该是一种胜利，或者说指的是你们非常成功的用你们的方式去表达了自己，去将资源真正的引进了你们的世界。有可能一些朋友最近在换工作，一些朋友在搬家，或者一些朋友你们最近在考虑未来的这半年到1年当中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指导灵在说的是，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传递你们需要得到的更多的讯息啊，所以跟着你们的感觉走，你们正在通过意识进行交流。圣杯2号嘛，而且高我和指导灵当下呢和第一副牌的朋友能量交互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们可以适时的去阅读你们高我的信息，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开始去阅读你们的阿卡西，得到更高维度的智慧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在客观事实上，一些好的消息是在未来的1到2个月之间，一些朋友你们会得到 offer， 一些朋友可能会得到金钱的机会和合作的机会，也有些朋友你们会成功的突破重围然后有可能会让更多人看到你们和感受到你们的能量和信息。如果是在感情上的话，
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最近在迎接一些感情上的挫折或者是节点，有可能你们的感情对象或是家人啊，当下有一些非常离经叛道的想法，有可能他正在一个你们不能去设想的状态啊，一路向前狂奔啊，就让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方向和目标点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那在未来2个月期间呢，指导灵在指引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用良善的沟通啊，是震动喉轮，还有就是调整双方的目标，来进行更好的契合，来契入对方的生活。这边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呢，在未来这个阶段人际关系上会出现和睦，而且在感情上也会出现，比如说对方开始跟我们进行了更好的沟通和联络。有少数的朋友啊，这边也有一些在感情上当下如果卡住了，那在未来2个月之间呢，会有更好的连结啊，甚至有一些误会被解开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我们看一下啊，关于我们这个感情上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 King of Pentacles。Emperor 阳性能量很高啊。 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号。好， Page of Swords 宝剑侍从。The Hierophant 教皇牌的逆位。这边两边我们看到了2张非常能量强大的卡牌啊，国王牌和教皇牌的逆位。这代表了什么？金币国王也出现了逆位。我们在感情上啊，追求一个比如说花好月圆，然后追求2个人目标的契合，但是往往呢，我们遇见的感情对象却非常的有叛逆心。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当下在感情连接当中的话，宇宙和指导灵在告诉我们，放弃掉一些控制欲，放弃掉旧有的模式，因为看起来对方正在更新，正在迭代。那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这个更新迭代的人是你啊，比如说你已经有点放弃了旧有的想法，你想用新的方式去连接感情，开拓你的人生，那也一样，你需要尊重对方守旧的想法。这边有看到一新一旧2股能量的融合，那这股融合其实是金币8号，让我们更加懂得了如何精耕细作，懂得了如何去应对外界的冲击，甚至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想要去连接的对象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地方也非常容易去发生意识形态的不符合，比如对方的这个信仰啊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让我们去产生了诸多的恐惧，甚至呢会觉得跟对方是不是没有机会啦，会出现一些转折。也有些朋友，你们如果在3角关系的话啊，就是确认这个是3角关系的话，宇宙好像正在给你们开一扇大门，让你们看到你们的珍贵和可能性在哪里。所以在这个卡牌当中呢，最近这个阶段我们马上就要来到下一轮新月了。在我们的这个3月初到3月中的时间，有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上会脱敏，你们会重新的去看到和接受内在的自己，你们有可能会更加学会疼爱自己。而在这个不管是稳定的，还是我们想要去认真的，还是我们打算去发展的感情上，你们也会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自私，而是敏感的去调动你们的能量，首先把握好你们的状态，把握好你们的内在能量。我看到你们的诉求其实有被对方看到，只是对方的方式还有可能是这个古法炼制啊，有可能他这个剑术啊，他的这个有可能是武功等等啊，是旧有的一套模式。所以我看到2个人之间好像在用2种兵器在进行着交战。感情上来讲呢，好，有一些朋友，我认为你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去对待你们的内在小孩，非常认真的去开始考虑如何疼爱自己。我看到在未来有非常疼爱你的人，甚至是指导灵会推荐或者说举荐一些人来到你的生活。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不是一直孤单的，你们有无限的可能去营造你们的生活。所以当下这个阶段是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是放弃感情上的一些对峙的冲动啊、执着和固执的想法，去非常爱护呵护我们的内在自我，让你们的生活甚至让你们这个丰盛感都被更好的经营起来。在感情上我也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会有点错位，有可能你喜欢的人呢跟你有些现实的阻碍，而有可能喜欢你的人在不停的去追逐你啊，希望进入你们的世界。而我们第一组朋友无疑在感情上其实是追求完美，而且是注重感觉、注重直觉，甚至有的时候是比较主观的。所以在情感上啊，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最近这个阶段是你们重新爱自己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讲？爱自己，你们的爱情和你们和任何事情的连接，包含了事业，包含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发展，都会有更好的一层基础，也会有更好的一层发展。所以这是你们重新去反哺自己和滋养自己的阶段。从外界上来讲，我们不问感情到底有什么结果，因为我看到在未来的2到3个月之间，你们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对方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无疑啊，当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愿意去以自己的变化为前提条件，真爱自我啊，
你们会发现在感情上有可能更受到对方的理解、信任和照顾以及滋养。The Lovers in Reverse，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啊 ？Two of Pentacles。Six of Cups， 有一些旧人会回归，但是有可能对方呢有其他的一些选择，这个选择有可能是感情上，有可能是生活和金钱财富上的。我看到第一组朋友，其实有可能你们也是做选择这个人啊，所以生活里边永远都有一些看起来二元对立和矛盾的东西，不过你们就是你们世界的王和女王，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不稳定性啊，反而是让我们去进行某一种不破不立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更好的可以导向我们去进入高维度的一个生活状态，去吻合或者说契合我们在高维度这个目标。所以我看到在未来2个月期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有能量上质的变化，你们会变得更有主角精神，你们的生活将会为你们而展开，你们会重新有热情激情去创造展示自己。有可能一些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是过去跟你们交往啊、配合啊、沟通的人、合作的人，都会呢重新的瞩目于你们啊，他们有可能会有一种事隔3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因为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战胜或者说你们解决、你们排除掉的是旧有的自我的模式。然后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创意和想法，放开来去做吧。如果你们对于未来有新的一些创想，你们可以放开来去展示自己，这是属于你们的舞台。那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当下还在一个比较保守的阶段啊，有可能你们打算慢慢来，或者说你们打算退居2线，重新观看一下你们这个生活周边、工作周边的一些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而在健康上，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最近也正在去进行一些调养。首先呢，指导灵在保护你们，让整体的能量状态，包含了你们的身心灵啊，然后你们的整体的氛围，或者说这个氛围带来的你们的外形的构建啊、气质的构建上，有在变得越来越圆融。气场也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们在变得更加艳丽，或者说更加有存在感。所以未来这2个月当中呢，你们也会通过你们的方式去重新经营你们的生活，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啊。所以在未来2个月，就是3到4月期间呢，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可以重新生发和行动的时候。好，这边在信息上啊，星座信息上，我们看到火象星座、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啊，有一些金钱的机会正在涌向我们第一副牌朋友的世界。金钱的机会呢，有可能是关于合作上，有可能是关于投资上，有可能是关于长久的某一个事业和项目的进行。那大家可以在未来呢，去充满自信的掌控和把握这个机会。那过去失去的一些机会呢，将会在未来2到3个月之间重新被建筑。然后你们在过去的一些创想也会破土而出。所以是谁或者说什么限制住了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呢？我认为过去的一个有可能是饱和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已经累了，我们的能量已经用到了一个马上就要接近没有电的状态，或者说我们这个事业发展到饱和了，这个业界饱和，这个业界里边的资源饱和，人已经饱和等等啊，而这些其实都正在从侧面冲击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让我们呢退出这个圈圈来，从外界在看待，或者说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棋局，看待这个变化和变更。那我认为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非常灿烂的能量和创意，以及还是一样啊，存在感上来讲，你们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不必在旧有的一些合作关系或者说场合当中进行鏖战，你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去突破。好，这个是整合能量上在给予我们的信息啊。看一下指导灵给我们的建议 ：Page of Wands， Knight of Cups。好，你周围有可能有一些人在动摇你们，也让你们会去因为比较去感受到一些孤独啊、失落感啊、不平等、不平衡啊。好，周围这个三维环境啊，尤其是周围的人给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偶尔会带来一些这个 gaslighting 啊，煤油灯效应。尤其是在工作和合作中啊，有这个前辈后辈啊，或者说这个上司下属这种合作关系，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最近呢会有一点怀疑自己啊，千万不要怀疑啊。等到满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就3月中啊，可以去释放一下你们的能量，并且呢，将周围人带给你们这些有可能是负面的信号和潜在意识上的干扰排除掉，轻装上阵。那并且我看到呢，指导灵正在帮助你们去切断负面的能量。
然后你们是魔术师啊，你们的事业当中是绝对有这个能力去进行任何能量的，不管是切除，还是说吸引，还是说显化，好，还是说互融等等啊。所以用你们的魔法杖去引领这一切，而不是让周遭带动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反客为主，更加主动的来面对你们周遭一切的资源和人事物。在情感的链接上也是一样的，当你们主动首先是面对自己的时候啊，你们会发现做任何的行动，你们做任何的准备和改变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然后都是非常应时应景的。宇宙会派发给你们更多的灵感，然后也会让你们在思维思辨跟人的沟通和合作，也包含了这个思考能力和布局能力上有更高的提升。月亮会给你们灵感，因为魔术师出现代表我们这个水星的能量啊，也是直觉，然后也是思考力。其实魔术师也是炼金术士啊，它也是一种集合的显化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有这股能量的，如何去引发它？我看到是脱离外界世界给予我们的干扰。这种干扰其实肯定会存在啊，我们每天不停的接受外界的讯息啊，我们有可能每天会看到很多新闻，跟很多人去连接，我们在不停的去交换这个能量。我们不能以正能量交换负能量，我们需要让负能量在我们的周边被转化，有一股驱动力，让我们升腾出更加多的智慧，升腾出更加多的解决办法，并且让幸运积累啊。然后这个有可能都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最近进行转化的，你们可以非常成功的去运用你们的智慧和直觉来提炼出金子啊，因为我们第一副牌朋友是炼金术士嘛。好，那最近在工作上我们也不去执着和过度的竞争啊，尘归尘，土归土，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应该是谁拥有和持有的资源就让谁去持有，因为你们值得更上一层楼，好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你们会看到的，这个更上一层楼的楼在哪里，楼梯在哪里，然后指导灵有可能会指引我们向上去提升我们的脚步，迈开我们的脚步。所以 letting go 然后呢 going with the flow， 跟着我们的这个直觉和波流去走。好，在未来这个阶段，宇宙会帮助我们进行更良善的安排，你们愿望也即将以一个非常温馨和舒服的方式达成啊，不必过度费力。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43号 The End。 我们在这2张牌当中其实都看到了关于7号的信息啊。好，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迎来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宝剑10号、金币10号的逆位，一个阶段的结束。不管这个阶段是什么，对于我们第一副牌朋友来讲，一定有特殊的意义。有可能是一个项目啊，有可能是一个工作阶段、一个状态等等，将会迎来结束和解决。那宇宙或者说我们的指导灵正在教会我们和带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你们将会看到未来的这个光点在哪里。也有些朋友这个很像是宝剑6号 Six of Swords， or 这个很像是死神牌，比如说死神正在带我们到一个新的阶段去，正在带我们到一个新的维度去。而这个新的维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这个牌当中的女神啊，或者说是神啊，她的手上有着一盏灯啊，有点像我们的 Hermit 隐士牌。所以其实你们的内在智慧会照亮你们的前路，而且指导灵会带着你穿越任何的，不管是冰天雪地啊，还是狂风巨浪啊，还是如履薄冰的考验，你们将会呢看到新的可能性在前方，给予我们比较高度的指引。有更多朋友不要再进行这个跟旧有事物的纠结了我们当下呢是向前去看新的机会。所以如果一些不管是我们说这个三维世界很多事情是游戏必竟空嘛，游戏到达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要开一个新的局面，还是我们要到达下一个关卡，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未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水平时代更多的意识将会生活在未来，我们将会以未来为一个前提条件进行显化，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快一步的向前去走，所以提高我们的脚步，有可能也会让我们跟这个时间和能量快速的吻合。这边第2章我们看到是 Hidori Giri Naru 一些朋友最近的时间呢，你们可以通过一些跟自己的相处进行这个能量的提升。有的时候隔绝跟周围人的接触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有这几个小时有这一天的时间也是可以的。
当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周围的环境将会回归静谧；当一个人的时候，宇宙将会接近你；当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不去产生过多杂思和杂想的时候，你可以去释放掉你所有的负面能量，甚至是让我们所有的正面能量再次聚合。这个是通过意识可以去进行交换和置换的。因为我们宇宙里边没有其他的意识，只有能量，有可能是震动，好吗？震动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变更和变化，集合投影成为我们三维世界的好事坏事大事小事，或者说我们情绪和思维上的各种变动。所以第一组的朋友，适时的去释放和舒缓你们自己。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就都是我们这个披散的头发呀，然后我们正在用很舒适的方式甚至是我们正在这个秋千上，然后进行这个能量的有没有释放？我们在摇晃的时候会感受到我们周遭的能量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摇摆。有的时候这种震动会让我们去脱离掉，比如说脱离这个地心引力我们正在脱离某一种束缚。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些孩童的方式，比如说跟着音乐起舞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可以去到自然环境当中，你们可以去荡秋千，也可以去沐浴一下太阳雨露。我看到宇宙会给予你们非常多的保护型的能量，然后也会贴合你们的心轮，让你们出现频率清爽和轻盈更加自在的感受。这个感受也会成为一种直觉，帮助你们呢去进行当下这个突破。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单身贵族的话，珍惜一个人的时间因为最近这个阶段是你们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的时光，它非常的有质量，也会让你呢有可能会经历一些毕生难忘的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和解、跟自己沟通、去爱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有非常有质量和质感的一些比如说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有自己的创造状态，有自己的情怀，然后有自己对待自己的方式和态度。当我们一旦养成了跟自己去相处、理解自己和接纳自己，这个学分是永远的。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也会发现，当遇见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独立，你会变得更加勇敢，你也会变得更加洒脱，可以拿得起也可以放得下，那你们将会收获到更多更多。最後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一句真言是什么？好，我们看到的是休息。这个牌有没有跟我们的主牌其实是蛮相似的？少し休むことも大切です。息切れしてしまわぬうちに。好的，在我们这个窒息之前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比较焦躁，然后非常疲惫，甚至产生了这个呼吸困难之前，我们真的需要再重新休息一下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要冲向终点线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的调整和调养当我们马上就要承接一些大的事情、大的变动，那个之前的那个空寂的状态，我们刚刚讲大家有可能在一些转变即将发生的空的阶段，而这个时候我们干嘛？躺平躺下。一些朋友你们可以进行一些友善，对于内在小孩友善的游戏和活动，去 relax 放松一下，因为宇宙将会带着你们去进行这个能量的穿越，所以自然而然会把你们带到需要去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It's important to reset a bit too before you're out of breath， 好吗？休息也非常重要。好，当我们不能呼吸之前，所以这个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之前一个阶段吧，不管是短的还是长的，你们有可能是憋着一口气，有可能是忍着一口气，我们正在迎难而上，甚至有可能在超越我们的生理极限。那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非常需要在最近身心灵都放松下来，躺平下来，而且呢我看到是开始宠爱和开始会陪自己开心。好，有更多朋友我们该放手就放手，因为你们的手上永远都可以获得更多更丰盛的东西，这是指导灵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牌的朋友所有的讯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那祝福大家在最近这个阶段呢可以得到放松和能量整合的同时，也更快的更好的以最好的状态去面临到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丰盛和丰收。那我看到就是指导灵在告诉我们，就去放下一些价值比较低、性价比比较低的人事物，这个时候你们的能量空间当中才会吸引到跟你的能量配合，或者说可以去生助我们，可以去给予我们更多的这样的机会以及人事物，好吗？第一组朋友，如果你们善于给予、善于隐忍、善于付出、善于等待的话，最近是躺平的阶段，不想了
然后不念了，或者说心中不盼了反而在这个阶段，你们会发现生活在变得更加饱满的同时，你们在悄悄的、悄然的迎接新的机会的诞生，这才是你们，好吗？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左牌一颗白色水晶珠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才看的主题呢是指导灵给当下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我们当下这个整合能量，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部分，指导灵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有什么样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希望可以帮助前来第2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和疗愈。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白色水晶柱，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是25号Feel the well， 恬静。好，这张牌在新月出现的夜晚，其他人或者说平行空间当中的我们有可能纷纷扬扬的正提着满满的水然后回家或者回归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点。而我们的主角呢，在我们这个上方有可能看到的是枯竭，有可能看到的是资源环境和空间正在压缩，我们有可能有点失望，或者说有一点呆呆的看着我们当下要去做的事情不知如何是好。月已经升高这代表了夜晚正在降临。那我们第2副左牌的朋友这张牌告诉了我们，我们当下这个内在能量有可能有一点疲惫和暗淡，有可能我们需要一段休息的时光，不再在情绪上、情感上和能量上过度的消耗自己。这个后边也有体力上那我们从这个整体能量环境当中来看，第2组的朋友不需要过度的逼迫自己，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充实自我的阶段。指导灵呢正在抱抱你们有可能也正在心疼我们第2组的朋友，最近付出了蛮多，最近有可能在各方面呢都对自己要求是比较高的。我看到这个宇宙对于第2副组牌的朋友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们第2组的朋友在对的时间给自己对的休憩，珍惜自己然后呢，你能够去把握对的时间和环境，再重做抉择。井水枯竭不代表永远枯竭，有可能代表了我们当下反而处在一个需要重新孕育的阶段。而这个上弦月或者是弯月给我们的提示就是，环境永远都会孕育给我们新的机会，但是我们要等到对的时间。而目前这个阶段是我们需要疗愈、释放身心的压力。一些朋友是身心俱疲或者说有一些抗击性的想法，或因为之前的惯性，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和突破，忘记了喘息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当下就回家回家，比如放下我们手上的工具，放下我们对于最近这段时间的要求，或者说自我的怀疑和试探，让自己可以轻松和松弛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的是31号Rainbow Waterfall， 我们可以看到Miracles， 奇迹正在出现这个瀑布前面出现的彩虹一定要有光的可以说是正确时间的投射我们才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奇迹。其实在我们的3维世界当中，这样的奇迹不是无处不在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不经意的情况底下，第2副牌的朋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源有点枯竭这边我们又看到这个水源可以说是形成了诗情画意，或者说自然当中让人震惊的美丽的画面。所以第2组的朋友，在你们不经意的时候，奇迹才会出现。而在我们不断的去追求，甚至是当下一个，比如说不断的要求自己，然后不断的去强迫或者是裹挟自己，以及比较给我们带来这种压力的时刻，我们反而会觉得资源在减少，在压缩，或者说在被竞争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存在的这个能量和机会是无数的，只要在对的时间去结缘。我看到对于你们来讲，成功的路径有千万条，但千万不要把自己推到一个独木桥上只是让自己用一样的方法，同样的方式去不断的攫取。你们的能量是需要呵护和回复的。我看到指导灵在帮助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酝酿一些奇迹或酝酿一些惊喜，不过呢，有可能是在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不经意的时刻，或者说当你们可以准备好的时候，这样的能量、这样的事件才会真正的到来。还有一个能量就是我们不去比较，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物在卡牌当中第2组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集中注意力，
去看到你们的潜能是什么，看到你们需要的是什么。有可能这个时间并不是我们需要去打紧的时间，相反有可能是我们去休息一下呀，或者说去整理自我，或者说是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啊，甚至是睡一觉的时间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啊，奇迹将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出现，而且指导灵永远都会帮助我们去酝酿和保护这场奇迹的形成，这场奇迹的这个诞生。还有一些什么？我隐约感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当下在为一些事情而努力着，你们在为一些事情而提升着你们的警惕，也正在兢兢业业的付出。宇宙啊和你周围的能量感念你们的付出以及你们当下这个态度。所以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啊，过去的这个耕耘和耕种或者说播种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当下我们需要的是首先回复能量。好，下面看一下我们这个主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指导灵要告诉我们，给出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好，我们看到是 Seven of Wands Temperance， 有没有这两张牌是一样的信息啊？权杖7号其实是一种拼搏努力啊，努力之后我们可以取得一定的高位和成功。但是权杖7号啊，我们的女神在这个高位也是有一种防御性的想法，或者说我们要去为了这个胜利而去捍卫，我们要打起十足的精神。而节制牌呢，其实代表的是我们需要让自己舒缓当下的状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一点一点来，并且呢交给我们身后的大天使和指导灵。我看到有可能在最近第二副牌的朋友非常需要调整和疗养以及疗愈啊，这个疗愈有可能是在身心灵能量上的，也有可能是在体力上，或者说一些健康方面和我们的思考方面。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的逆位。Ten of Swords Queen of Swords 宝剑王后的逆位啊，这一张卡牌的宝剑王后很美，有没有？所以这些信息连在一起，就是亲爱的宝贝们啊，你们在最近需要去休息和调整一下了，让你们揪心和让你们感受到疼痛以及不安全感的事情，指导灵会帮助你们切断，有可能也会帮助你们结束，帮助你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甚至呢也将帮助我们去进行能量上的隔离和断舍离。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唯一一张 Major Arcana 大牌是 Temperance 节制牌，这代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能量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并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周围的环境、外界的威胁或者外界的竞争是什么样的，你们反而需要关心和看到你们的内在能量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涌动的。好，当我们这个水源是满的时候啊，水满则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会和我们的灵感是源源不绝，并且呢，有可能我们无所求的时候，它会以更丰沛的状态啊涌入我们的世界。而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反而它会更快的枯竭。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第二组朋友并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这个幸运，这个只是代表你们当下的能量在吸引什么。如果我们当下是焦虑的，我们吸引的有可能是自我伤害，或者自我否定，以及比如说我们产生这个能量是对抗的，对抗周边呢，或者说跟周边进行比较，在平行的方面去进行一些竞争和可能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小的，而长久的胜利是可循环式的，也是可让我们的能量进行一个收放自如的。所以第二组朋友当下是稍微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和掉以轻心的时间点。3把宝剑是逆位的啊，代表它掉落在地面上，看到宝剑10号啊 ，sorry， 宝剑3号到宝剑10号的正位代表了我们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有可能解除，但是在生理上，比如说在我们的关节上啊，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身体状态上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零件方面的。那少数朋友啊，如果你们当下可以非常善用自己的能量去保护你们的能量，指导灵也会跟你们同心协力，一起去切断外界的负面的这种压力。因为我们产生负面压力，我们才会产生在物质上的负面状态。我们从灵性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去引起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压力啊，或者说呼吸的不畅啊，其实来源都基本上是周遭的环境周遭这个能量场对我们这个能量的吸食太大了。所以第二组朋友，你们要善于保护自己的能量啊，将能量为自己所善用，而不是过度的消耗和耗泄它。
有些朋友最近你们可以找到这个耗泄你能量的源头，不管是负面的人事物、负面的竞争，还是说让你们一直殚精竭虑啊，要让你们一直不停的去担心和努力的某个事件，不管是事业上、情感上还是个人生活上，你们有可能都会找到这个重点和主题进行一个切断。这个切断有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去一刀两断，或者说我跟这个人和这件事情站得很远，找到这个重点，不再为他产生消耗的念头，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只要我们的心态上不是消耗的，而是有可能是自我滋养的，或者说我们是可以跟自我合作的，我们不是跟对方和周围对立的，相反呢是甚至是可以互相处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能量的收复。因为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最近就是耗费的比较大，尤其是在这个 Six of Cups 我们看到了圣杯6号啊，救人的方面有可能有一些救人是蠢蠢欲动，有可能是情感上的消耗，也有可能是过去当下是快到3月的时间啊，有可能是过去的3个月到4个月啊，比如去年的年尾啊，11月、12月，我们遇见了一些情感上的挫折和问题。我看到其实在表面上来讲，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一直都做得很好，你有可能会坚守你们的位置，去付出你们的行动，有可能该工作我们就工作，该生活去生活，该照顾人就照顾人。但是第二组朋友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能量已经被消耗的很多了。我们需要在最近非常积极的理解是什么，是哪一个源头在消耗你们，并且呢，看到我们这个能量时而变得暗淡，时而变得需要充电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充电。那我们下面的卡牌看到了 King of Wands、Knight of Wands， 权杖国王配权杖侍从，圣杯10号。基本上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处在一些感情的镜面关系当中啊，对方和你是一样的。我看到在感情里边，如果是情感目前有问题的，或者有一些小摩擦的朋友，我们看到权杖国王配上权杖侍从，权杖7号被宝剑10号，看到2败俱伤，没有人在赢。有可能你们之间都是相爱的，或你们之间是非常需要彼此，跟彼此非常相似的一些朋友，这个是 Twin Flame， 或者这个是你宿世的灵魂伴侣。有可能你们之间这个纠葛呀，或者说之间的误解呀，你们之间有可能要去做的选择，比如说少数的朋友看到是三角关系，或者说是救人的关系，有可能都对你们来讲是一种震动。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有可能对方已经跟我们一起消耗了蛮多的能量。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其实是非常善良、非常优雅，以及非常会去利他的人啊，就你们愿意去帮助他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为了周围的人就是说勇敢的冲锋陷阵，付出了许多，有可能你们把这种内伤放在了内心，而在外在你们会表现出一种我很好我没有关系，而且我很强的一个感觉。因为这边非常神奇，我们看到的是王后牌配国王牌，而这边我们看到权杖国王配权杖侍从，这代表的是一种强联合的感觉。所以我看到其实在强者的面前我们如果要去争强，这个就很像是一个停止不了的竞赛，我们永远都打算跑在最前面，那这个感情是不是会出现一种你争我夺的高级拉扯呢？这个能量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着双向的输入和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显刺激的循环，谁也不能输给谁，或谁也不能让一步呢？好，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有好的能量，指导灵在看到和告诉你的是，你爱的人也爱你。就不管一些朋友你们认为自己是单恋，还是一些朋友会觉得你们的感情受到挫折，对方没有给你很及时的一些回应态度，我看到为什么？因为你和他不在对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皇后牌上面有一个钟表的信号对的时间是有可能你和对方都坐回自己的王座和宝座，而且中间呢不会有任何的阻碍因素，不管是周围人的眼光、世俗的成就，还是说在时间上两个人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有一个好的状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过去的努力和付出是有被看到的，有被指导灵看到呢。指导灵呢是心疼和想要抱抱，原因在于你们是如此的闪光和如此的值得被爱，如此值得瞩目。你们去付出的光和热你们去给出的美好，你们给出的无条件的爱，甚至是疗愈的光辉和光环，永远都在你们之间的连接和对方的身上。而我们第二组的朋友是燃烧自己、点亮周边的类型。所以呢，当我们的燃料有一点缺乏的时候，我看到首先在这个青史上或在这个名单上永远都会有你王者的名字和王者的存在感，但同时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不需要一直坚持的这么
努力，或者说我们一直要隐忍这么久，你也可以脆弱，你也可以在适时的时候去休息，你可以对一些事件 say no， 好吗？所以这是指导灵看到的信息啊。那我们这边看到的主要是情感方面，也有一些朋友在爱情上呢，目前处在一个我们看到宝剑十和宝剑王后嘛，有可能是你们说了分手，有可能是你们打算离开，或者说世俗的条件，好，三维的条件是让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感和隔阂的。有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年龄差异、身份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在这个过程里边啊，宇宙在教会我们如何去修好自己。国王到皇后啊，皇后到国王，这边我们看到是divine feminine and divine masculine 啊，神圣阳性能量、神圣阴性能量的一种觉醒。所以不管在三维世界看起来这个感情是如何的，起码你们已经觉知和觉醒了自己，而且已经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遇见这个感情之前是什么样的，而当下的我们又是什么样呢？在生活上，在态度上，在我们的个人形象上，在我们对待很多事情的状态和能力上，基本上第二组朋友你们都会达到一个提升。有可能你们会变得更加有气场，有可能你们会变得更加游刃有余，有可能经历了一些情感的磨砺，你们变得更加有魅力和闪光，变得更美更帅了。但这些呢，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留下永远的能量上的影响，比如说缺憾感，比如说心灵和心态上有可能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你们会更坚强的去争取什么。指导灵在告诉你的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奇迹，有奇迹的灵魂家人会出现。我们这两张牌当中都有3的一个形象啊，这边有3只蝴蝶，我们这边看到有3个队友，所以我们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周围有3个指导灵。然后我们这个圣杯6号Six of Wands 啊，权杖6号，我们看到3个人在看着你们，所以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有3个指导灵在周围。我看到指导灵其实是陪伴了你们累生累世啊，并且有可能是你们过去的某一个祖先啊，他们看着你，有可能是从小到大成熟成长，然后进入情关、进入财关、进入名利关等等，看到了你会受伤，又看到了你非常坚强的再去疗伤啊，再去保护周围的人，你像是一个冲锋的战士。而当下呢，指导灵在告诉你的就是这一切啊，宇宙和他们将会给你一个万全的答案。而这个答案，首先我们第二排的朋友需要休息一下和 surrender 啊，停下来休气休息一下。好。这边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在世俗上你们将会取得成绩，你们不断的努力和深耕啊，深深的耕耘，哪怕过去面临过一些挫折，你们曾经经历过一些比如说不被认同啊，然后被拒绝、被打击等等啊，在未来这个阶段，我们当下是快到3月啊，在5月到6月之间，你们一定可以去打开局面啊，打开局面，包括在事业上、个人影响力上、你们的个人形象上。那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的是 Ten of Pentacles。Ace of Cups， 天哪 ，Eight of Wands。如果你们曾经放弃过一些什么，特别是在不管是原生家庭上、情感上，还是说跟周围人的这种连接上，你放弃的，或者是放弃你的，以及背叛你的这个事情和人事物，好。天哪，我看到他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一些果报，这个是因缘业力上的一些结果。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其实对我们有不善的念力啊，比如说对方的想法是恶意的、恶性的意图啊，或者说对于我们排挤排斥啊，给予我们一些我们不该去遭受的判罚等等吧，那这样的事物将会被解决和被梳理。在我们第2个牌的朋友看不见的地方啊，所以你们并不需要知道和知晓。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卡牌当中得到这个讯息呢？我看到指导灵想要抱抱你们，想要让你们看到你们是终极意义上来讲非常值得被爱的人。你们需要去疗愈自己，你们需要去放下过去的一些纠结，或者某一个心结啊，有可能打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或者说会去比较一下这个过去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和事情，换到现在将会是怎么样的，或对方又是如何的呢？能量就将是怎样的呢？指导灵告诉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永远都不需要回头，你们的历史它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你们的眼前永远都有更加光亮的可能性。这个大门展现在你们的眼前，一定会让你们去在对的时间吧揭晓这个答案和谜题。我还看到一些信息啊，一些朋友在今年的3月到7月之间会遇见一些转换，工作上的、
事业上的，你们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的合作上啊、合同上啊，有些不公平的分配，或者说不正当的一些这种交流办法，你身边的人有可能在欺骗你啊，有可能他们用他们的方法正在去解决问题，得到利益啊等等。我看到你们将会更快的去发现这个问题，在不受伤害的情况底下。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感觉到蛮震惊的，这个事情不是来伤害你们的，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在这件事情里边迅速抽身。而且我看到你们将会被保护，所以不会受到任何事件的牵连和影响。因为我们这边有塔牌啊，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目前就是一个塔，起码在这个我们对于三维世界的认知啊，包含了我们在这个2500年之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事情确实啊正在如这个古圣贤啊先贤，或者说如我们的佛陀所讲的一样，正在发生变化。不过很好的就是，哪怕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哪怕乱世之中，我们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永远都可以拥有属于你们的一片安全。好，你们的指导灵会保护你们周全啊，并且呢，还有就是第二排的朋友不需要再过度的付出了，在工作上，在你们的个人领域当中，我认为你们需要大胆的向前走一步，而不是妄自菲薄，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的优秀在哪里。还有就是周围有人想要跟你们合作，他们看到了你们的优势和优点，这些人有可能并不只是想跟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进行竞争，有可能他们只是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力量。我们的牌飞出去啊，飞的蛮多的。好，看到了力量，看到了我们这么多牌飞出去啊，看到了你们身上的光彩，想要去接近或者想要去模仿罢了。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周围的人呢，对于你们的意图也可以随着你们的心态发生转换。指导灵在告诉你们保持你们的优越，然后保持你们的就是上升的姿态，也保持你们的骄傲和从容有可能在对的时间呢，你们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还有就是当你们感觉到脆弱和能量匮乏，比如最近我的经济啊，我的状态呀，我的环境让我觉得非常的艰难，你们不需要去在这个时候反哺和帮助以及拉扯任何的人，这个时候你们只需要让自己重新的去坚定你们的能量，你们才能够帮助和有利于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你周遭的亲人，还是你的友人，还是你的恋人，还是你爱的人，任何人都是一样。在你能量匮乏的时候，我们无力去帮助他们，并不是你们做的不好，而是你们非常需要时间，你们非常需要更多的呵护和更高的能量。这个能量有的时候在固定的能量场里边，比如这个人是固定的，你们的连结是固定的，是此消彼长的。如果对方在你的身上拿到了更多能量啊，并且没有办法补充给你相对的正能量，那我们只能用负面能量去补充这个虚空和这个空白，这个会让我们越来越消耗。所以我们这边也要非常有自信的去驾驭一些关系，比如说社交关系、人际关系，周围的人对于你们的态度和意图，家人对于你的绑定、对你的期望等等，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达到属于你的成功，永远都可以。好，你并不需要去让自己的路本来是直的，然后因为对方变成左弯一下右弯一下，然后我们变成这个 Z 字曲线啊，你们可以直线上升。那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上升的时间呢是在夏天，所以呢在6、7、8月啊，一些朋友你们将会突破迷局，也有一些朋友在未来的3到6个月或3到9个月期间啊，那就是过完我们的今年啊，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找到属于你们的可以说是生长办法、解决办法和提升的办法。在任何的环境里边，第二排的朋友，不管是荒漠啊，不管是泥潭啊，还是说我们生长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你们都可以野蛮的生长，因为你们的世界里边有指导灵给你们带来的奇迹。那究竟为什么指导灵会守护我们？那为什么在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指导灵的存在啊？因为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在当下非常需要去斩断某一个负面能量的来源，有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很心痛的。比如说这个负面能量就是我的家人啊，因为我们看到国王皇后牌嘛，有可能是影响我们的人，有可能是遗传给我们 DNA 的人，有可能他是我们非常爱的人，在能量上非常的相互吸引，但是我们需要去发掘这个能量的源头到底是正向的、负向的。第二排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种魅力和能量，是你们可以去引导周围人事物的发展，你们的意念会变成一切。所以我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更多的事情将会为了你们而发生，只要你们有站在舞台中心去驾驭一切的魄力。看一下这还有什么信息啊？ Page of Pentacles 这边我们看一下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的逆位 ，Queen of Pentacles OK，The Lovers in Reverse Four of Cups， 看一下 The World。Ace of Pentacles， 这边我感觉到一些朋友，你们如果不斩断一些有毒的负面关系，这个正缘或者说这个对的合作或对的人进不来，而且一些朋友你们不要在过去的阶段里边打圈圈，就是一遍一遍的循环啊，这个是一个指导灵的善意的提醒，因为你在未来有更强大和强烈的机会，甚至已经写到你的命运的。有可能是你命运的章节里边，有可能这是固定在未来会发生或出现的人，但是他迟迟进不来。那我们第二组朋友需要主动的结束掉过去的一些什么，向前迈一步，有可能是事业，有可能是我们对于自我的固定的认知，有可能是我们一直想要突破和挑战的，就是我要挑战这件事情，我要挑战这个人，或者说我要挑战这个连结。第二组牌面无需向任何人证明，因为我看到你们周围的人不一定他们身上都有正知见，就是他们的想法有可能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有一些偏颇，有可能在能量上忽高而忽低，并不是一个纯正的正能量。那我们总是说正能量是什么？纯正的正能量是爱的能量，是对于你信任的信念，这个背后来源是空性的，没有任何的多余的条件和妄念。好，只要是让你向着光和向着爱的，只要让你可以得到人生的终极智慧，达到觉悟觉醒和正悟的状态，全都是正向的。所以我看到呢，第二排的朋友，有可能我们会欣赏一个人，有可能我们会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背后我们的最初始的信念是什么？你们永远都是为了创造而来。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创造星座啊，我们讲的就是固定星座，水瓶、狮子。天蝎金牛，有些朋友你们是在某一个行业和领域当中去创造的人，这是你们的本色。如果说哪一些事情暗淡了你们的本色，拖慢了你们的脚步，让你们产生自我质疑，好，是这个事情本身就你们对它的认知有可能会有一些偏颇，我们有可能会过高估这个事情，或者说过正面评价或重视这个事情和人太多。好，这些都是业缘，都是我们的一些因缘罢了。而我们在此呢，如果打算去发展我们的生命，拿出我们的能量，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结出善缘的话，我们要用对的方式。所以一些朋友还是一样啊，适时的进行判断和断舍离，你们将会拥有更高能量的机会和可能性。第二组朋友，你们未来是可以成功的，你们的生命价值里边有成功这样的词汇，也有些朋友你们有创造这样的词汇和引领，或者说领导啊，或者说lead， 比如说带领啊这样的一些词汇，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强者和创造者。如果周围的人有一些让你们震惊眼球、震惊三观、不能理解，想要去拯救，然后想要去救赎，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争夺一下的想法，漠视它，不要回应负面的信息和震动，好吗？我们以正心念呢去经营我们的生活。我看到指导灵非常想要去疗愈你们，而且当你们去无条件的帮助和保护周围人的时候，你们的身上充满了爱和光，这会让你们去积累福德，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收获突如其来的成功和惊喜。周围有人在爱你们不只是指导灵，也有人在爱你们，有可能反而是这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人，他们的意念，他们对于你的祝福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边 Stacy 也祝福第二副牌的朋友。好，整个的卡牌呢，我们读到这边应该差不多。我感觉到最近呢，大家可以去做的事情，除了这个一如既往的坚持和自我的激励之外啊，还有就是在某一些事件里边，我们需要让自己先休息。这个休息是空一下，我们让自己的这个状态空一下。有的时候只是离相，这个离相就是我们某一个时候不取向，就是它目前的这个状态，我们不再去把它当成一个，就我们看到是黄色、黑色还是红色，我们看到是数字1、2、3还是5，它在你的眼中只是一个状态，我们不再为此而产生多余的去认知它的想法。我们离相嘛，我们心中也无相。那这个时候呢，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会回到一个纯然以及丰盛的状态，去接近你们最高的智慧，而且这个时候你的认知将会得到疗愈。
也有些朋友看到最近呢，你们所处在的这个环境还是一样啊，人际关系或周围的人呢，带给你们的一些影响，并非全部都是正面的，甚至在工作上，我们也会有一种燃烧自己、点亮周围的想法。这个想法，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其实一直都是有的，你们是很拼的，而且你们在做事情的态度和能力上都是最大码率啊，所以你们基本上都可以去产生一个自我创造、自我比如说成长和改变的一个状态。我这个时候啊，反而第二排的朋友，我们需要举重若轻。为什么？因为当你们的能量可以去承载所有事情的时候，当你的心力可以去更高、更博大，然后这个有可能是心量和整个的局更博大的时候，一切事物将会随着你而生成，来到你的周遭，被你所吸引。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会有队友啊，你们的周围会有支持你们和帮助你们、体恤你们的人出现，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我看到属于智囊团，这样的人呢，有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出现和存在。为什么？因为是欣赏和崇拜你们身上特殊的光芒啊，然后看到了你们的优点和优势，是这样的人啊。好。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我们的底牌，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的字典里边写的就是无论如何都会成功，无论如何都会突破。但还是一样啊，你们的成功和突破不以自伤为前提，你们是以自我提升和利他为前提。以这样的方式，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负面能量自然而然在你们的眼前不再成像啊，已经达到了断舍离的效果，达到了无视的效果，好吧？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给对方去实现一个正确的状态、正确的态度啊。也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最近在期待正缘呢，或一些朋友你们在备孕的话，是成功的。但有些朋友看到你们最近有可能会经历一些疼痛的过程啊，有可能你们要去经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去休养身体啊，我们要去反复的见一些医生啊，我们要反复的去接受专家的建议。宇宙要告诉你的是，对的时间，对的事情就会产生。你们需要肯定和疼爱自己，而不是不断的去要求和严厉的批判自己。还有就是你们的伴侣，另外一半也是一样的，对方有可能有的时候在态度上比较果断，有可能他会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性情刚烈的人啊。但是在你们需要的时候，在你们可以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更多的去展现出来你们可以去理解对方，但是有些事情需要明确态度，可以配合的时候配合，不可以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果断。以这样的方式，我认为对方可以更了解你，而不是因为彼此的坚强，彼此都在进行一个忍耐，都在去有的时候是逞强啊。好，这边是我们的整合信息。第二排的朋友，你们要放心啊，指导灵在帮助你们。所以呢，在周围或宇宙要帮助我们和入手的时候，你们需要放手啊，你们的手不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事情才能够被整理，有一些事情才能够以它的方式流动到最后呢，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畅通的结局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6号，我们可以看到出口，最后的结局都是我们找到的出口啊。好，16号 exit 出口大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的方向，它不管是朝阳的光还是夕阳的光，这是一扇大门，穿越了这扇大门，我们有可能会到达属于我们的维度、结界和领域，一路奔驰吧。第二排的朋友只是向着光的方向，我看到光会帮助你们去疗愈，光也会帮助你们驱散阴暗和旧有的负面能量。我看到你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出口前方嘛，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坚持一下，或者说我们这边的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以全情投入的姿态自我疗愈一番啊，你们可以去给自己希望和鼓励。这个时候我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在行动和动力上已经足够了，所以保持过去的惯性也是可以的。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看向的 Kimoji， 感谢感恩的信号。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当你们去进行感恩，当你们感恩指导灵、感恩宇宙、感恩一些事情发生在你们的生活，感恩未来你们想要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会非常的快，而且有可能就在你们的眼前，就在你们的前方。所以指导灵也正在提醒和提示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任何的一个安排、任何的一个色彩，都有它背后的意义。我们本能的去感恩的同时，也将它看成希望的一部分。
你们的世界里边不需要有太多的绝望，如果过去曾经有过的话，一切可能的伤痛的存在都面临着救赎，一定都最终都会被救赎。那因为有创伤的地方，有窗口的地方，光就会进入啊，因为有窗口的地方才是我们去可以说是消耗掉旧有能量，补充新能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的一个你的出口，或者说能量的出口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看到第二个牌的朋友啊，你们有可能会忍痛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们会去隐忍，你们有可能会去在内心当中，你们有很多柔软的部分，你们有可能会把这些柔软的部分遮盖起来，但是指导灵知道你的内心当中对他们这个信任和爱是无限的，那他们也在感谢你的存在，让他们看到了这个三维世界很多的可能。这个帮助和支持和陪伴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第二组朋友，你们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你们也在被感谢。好，最后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箴言，宇宙要告诉我们什么？好，全てを結束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よく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です。好，没有什么必须要当下抉择啊，所以我们可以给自己时间去思考。然后我们这边的英文 ，There is no need to decide everything immediately. Take the time to think things through， 好吗？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马上决定啊，决定是走是留，是前是后，好，是上是下啊。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可以给自己时间去审慎思考你们想做的事情，宇宙永远都会给你们时间，你们拥有的时间是永恒的，所以不要逼迫自己啊。我看到这个牌的意思是忠于你们内心的想法，感恩你们每一个期望事情的发生，感恩宇宙给予我们这样的可能性和未来。而在可能的一个阶段，你们有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诀窍和这个出口正在前方。我们回归到主题还是一样，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成功，你们会被爱，你们会拥有自己想要的，但是不要以伤害和无条件的去耗泄能量为前提。当我们不再失利的时候，才称之为奇迹嘛。在我们不断努力的时候，取得的结果只能说是顺势而成就啊，有这个因果关系，有这个付出和成就的相等的关系。好，我们这边呢，并不是说要不劳而获，而是让奇迹自然而然的发生。第二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可以去连接一下阳光和自然以及水，然后可以去排除一下过去的纠结。我看到祖先和指导灵都会帮助我们，好吗？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决定，拥有对的可能性，拥有对的成就。祝福大家，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共同学习。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得到需要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以及指导灵带给我们的爱，这个爱是无穷尽的。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颗绿色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指导灵给当下的讯息。我们要看一下指导灵对于我们当下的整合能量有什么样的讯息以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取得需要的讯息和疗愈。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绿色水晶柱，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19号啊 ，Listen to the music。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悠扬的旋律啊，吸引了我们家中的宠物。好，然后我们这个主人有可能正在高歌。声音频率本身也是啊一种能量的震动啊，经过了空气的流通，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入我们的耳膜，被我们大脑进行认知，去理解这个频率，理解这个旋律啊，当中有可能带有了非常多的信息，有可能有千言万语，有可能在高维度是我们用语言不需要去进行描述的各种能量。所以很多朋友啊，19号牌代表了最近我们第三组朋友正在去接受和接引通过空气或者是通过我们周围这个能量的流通带给我们的诸多信息，在帮助我们进行疗愈。当然这张牌也有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高频率的高效率的疗愈。因为在我们这个中华的古代啊，我们的华夏文明当中，音乐是音药嘛，它是一种药物，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音频的震动来调整我们的心肝胰脾肾，调整我们的五脏以及我们的各个穴位或者是脉轮。
所以我们第三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会得到天使和指导灵带给你们的疗愈频率。也有些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钟爱一些音乐作品啊，或者说是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古典的音乐作品等等啊，疗愈的频率啊，天使的频率的音乐等等。而这些音乐和震动都会带给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以智慧上的启迪和起点。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最近有可能会比较喜欢听这个，比如说带有咒语性质的一些音律和音频，或者说疗愈的这个水晶频率等等。好，听着音乐啊，感受音乐，或者说只为了我们的生命而歌唱，我们将会在这个宇宙的深处啊，以我们为中心点，在生活和感知的这个波段当中去接收有利于我们灵魂的高频率的信息。那我们的副牌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是水之精神 Water Spirit， 我们看到是 Manifesting Dreams。 好，我们正在去显化梦想，有没有？然后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这边有2只应该是水獭吗？好，它们正在沐浴着森林当中的这个湖光也在沐浴着，有可能是高频率的光，然后也在去进行着属于他们的祈愿和祈祷甚至在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光的降临然后这边有一只已经非常的开心了。好，那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水的精神其实和我们这个音乐的精神是能量相等的，能量相似的代表了我们第三组的朋友。首先可能有水象星座来到这一组双鱼、巨蟹、天蝎。那还有一些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段呢，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显化创造奇迹，创造你们的梦想。好，这个时间段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将会被净化，因为首先听到音乐，感受到我们的主牌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每次片头都会去敲这个颂钵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声音震动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消息，或者说正在帮助我们去净化和清理什么样的一些能量。那关于水的能量呢是更高的，它会带给我们更高程度的净化以及震动的提升。所以在这个能量到来的时候，第三组牌的朋友，不管你们最近在做什么，其实都是一场心愿的显化。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周的周末，我们马上就会迎来一个就是新月一个就是7星连珠。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高频率显化能量在提升，注重的就是我们的频率在任何的一个波段当中都容易在7星连珠当中被放大。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可以去进入我们这个冥想的境界进入比如说我们梦想的状态，来更快的去显化我们的梦想。水的精神首先也代表了一种温柔，代表了一种承载嘛，我们说厚德而载物嘛。那我们在水的精神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有更多朋友你们最近正在转化和慢慢的去将你们这个周遭或者是体内这个负面能量进行着排除，你们正在去遣散一些旧有的可以说是业力因缘，或者说让你们感受到纠结的部分。水代表了一种洗礼，也代表了高光能量的降临。所以最近呢，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也会通过某一种净化开始去更快的完成我们前一个阶段的这个愿景，或者说完成我们显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会看到奇迹将会降临到你们的世界，并且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显化，好吗？扩大我们的承载的范围，扩大我们的能量场。好，更深的扎根在我们能量场的深处就是说对我们的各个脉轮呢都进行清理，都进行着高效率高频率的净化和提升。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频率将会提高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好，是不是我们的状态，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感受力和感知力，或者说我们这个自我净化自我疗愈的能力在提升呢？你们是否感知到周围的有一些信号正在被你们吸引呢？by the way， 我们看到这2张牌其实长得非常相似这边都有一位高歌的。好，这边高歌然后这边都有聆听的，有没有？好，所以你们的歌唱或者说你们的表达正在被聆听着。好，有被你吸引来的人事物，也包含了我们的指导灵也正在周围以他们的方式去守护去疼爱和支持着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最近如果要表演的话你们的这个表演能量我们不只是这个功力实力还有就是这个吸引力上将会得到提升，有更多人会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下面我们看一下主牌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张就是权杖8号 Five of Pentacles 星币5号。这边我们看到权杖骑士的逆位，很帅耶。好，逆位的权杖骑士，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Pentacles in reverse。我们这边画风有一点这个暗夜蝙蝠侠的感觉啊。好，我们调整一下灯光。好，这边飞出来2颗牌，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金币的公主啊 ，Page of Pentacles。这边有看到 Eight of Swords in reverse， 2张8号牌的逆位，权杖8号的逆位，宝剑8号的逆位。第3组牌的朋友和满月有缘啊，我们看一下。好，指导灵给我们的这个综合讯息是什么？还有什么样的消息给到我们 ？Strength in reverse， Six of Swords。好，我们看到死神牌的逆位。好，继续再抽一张啊 ，Four of Swords in reverse。我们来遮挡一下。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虽然这一副牌的画风啊有这么一点戏剧化，有一点暗黑的味道，但是我看到指导灵其实带给你们的这种保护确实是同样的，跟我们的卡牌非常相辅相成，在暗中带给我们第3副牌最高级和最完整的保护。我认为第3副牌朋友最近在生活或者说金钱财富这个方面是有点纠结的，有可能对于你们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或者说你们想要去转型啊，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些小的卡关和障碍，或者说我们必须要去突破的东西。我看到指导灵在用他们的方式帮助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进行着未来的造化。有很多朋友啊，在未来一个不经意的岔路口，你们将会发现人生的变化正在悄然的出现。有可能你们不经意的打算去换一个工作，不经意打算把过去学过的东西尝试着使用一下，不经意的有可能通过你们的一些实际行动，你们的感染力影响到了一些人，利益到了一些人，帮助到了一些人。所以呢，我看到你们的付出和你们的好有被这个宇宙或者被周围环境真正的回应着。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直觉和感应力是非常强的，你们善于去抵抗或者说跟负面和匮乏的环境抗争。有可能在过去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没有得到机会完全去伸展你们的实力。好，你们的实力好像永远都在冰山以下啊，好像留了70-80%是神秘的，而且不被周围的人所察知。也可以说我们第3组牌朋友确实是潜力股，但是这个潜力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去发挥和实行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是明了的，你们有可能要去穿越这个暴风雨的暗夜，你们有可能必须要去做完一些所谓的功课和任务。也有少数的朋友其实你们只是在等待机会。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没有要到100%的清晰，要到目标啊都那么的明确，一般我们都是走一走看一看啊，让宇宙给予我们经历的同时，我们也在去完成眼前的课题。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指导灵的意思就是不需要过于硬性的给自己一个很高的指标，我们要去突破和达到什么，你不需要为自己自卑。第3组的朋友，在任何人和任何事情的面前，你无需自卑。好，你只需要去通过你的方式为你的负担，好，为你的压力和为你的匮乏感做减法就可以了。因为这边我们看到从8到6到4啊，这边我们看到都是这个偶数，好，阴性数字。好，所以在这个牌里面能够感受到，你们有可能在阴性能量上正在进行着柔和、中和，而且正在让阴阳能量进行平衡。那过去呢，我们在一些原有的，比如说我们遇见的一些固定的阻碍呀，或者说有一些事情在延迟，有一些事情在让我们不被逼出某一个脾气和情绪的时候，有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是青春直率啊，直达目的的。而当下指导灵也正在提醒我们，用阴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好，慢慢的歌唱，去抒发你的感受，也包括抒发你的情绪，慢慢的接受，去理解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有可能是命运当中重要的一环。这些事情会照见我们在内心当中缺乏什么，比如说我们缺乏机会，我们缺乏认同，那我们缺乏对一些事情的有可能是控制，或者说我们缺乏一些机会去掌控。那我看到指导灵在告诉第3组的朋友，一个是无需自卑，一个是无需感受到自己在匮乏于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缺。如何打开我们天然这个能力啊，并且我们看到力量牌啊，一个女神在镜子当中看到自己有这个力量符号的项链，这个代表她宿命和累世都是
为了力量而来，为了发挥力量而来的，而你们的力量其实会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顺势爆发。那死神牌配金币10号的逆位，就是你们有可能会从原生家庭的一些课题当中解脱，有可能你们会从家族的业力当中解脱，有可能你们会从当下这个固定的人际关系、工作关系、合作关系当中解脱，你们一直都是自由的。我看到你们的天赋和过去的努力以及当下的梦想啊，将会被非常稳定的慢慢的发挥出来，发扬出来，而且在未来尤其是今年的下半年当中，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破局的机会。当然了，当下我们只是在3月啊，那下半年当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们未来的5个月到10个月之间。虽然时间是慢的，但是对于第3组朋友来讲，你们的这个提升是长久的，然后是拥有高度的，而且是永恒的。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权杖8号配宝剑8号的逆位啊，欲速则不达。好，所以这边有宝剑1号的逆位和金币3，是什么让你们在当下不得不紧赶或者紧赶慢赶一些事情？是什么让你们觉得你们的沟通是不到位的，周围人理解不了你，或者说你们好像必须要通过坚强的方式去突破，不然的话就没有其他的回头路。第3组牌的朋友啊，不要去自己给自己 gaslighting， 不要去经常的过度否认和压抑自己。你们的内在小孩，你们内在的小天使非常的期待啊，跟你们能够有一场好的沟通。这个沟通里边其实带有非常多祝福、支撑、给予灵感和能量的信号。所以说任何问题的答案都在你们的内心和心灵深处，不在任何周围人的身上。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贵人比较少，或者说你们要一个人去孤军奋战，或者说呢你们要去处理一些比较棘手啊，以及让自己比较纠结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到来呢，在命运的纹理当中看起来是固定的，是固定课题。这些固定课题是让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戒除一些焦虑，戒除一些强迫，也戒除对于自我过于高的要求。那我们这个要求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在逼迫我们自己去完成一些什么，去适应一些什么，甚至是我要去接纳一些事情的不完美和一些人的不完美。没有，第3组牌朋友，没有任何的事情需要你们去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在之前总会去讲啊，我们要去接纳和包容这个世界。但当下啊，因为情况和形势在发生变化，最近我们的3维世界有非常多的负面能量，而且我看到啊，在这个能量的区块当中，有更多善良且没有自我保护力的灵魂。比如说我们这个保护光照有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强悍，或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善良和喜欢付出给予的人，我们容易去接纳周围人带给我们的暗示也好，明示也罢，去进入他们的这个思想空间，去理解他们的状态，并且从侧面给予过多的付出。指导灵在告诉你的就是，你周围的任何人都不需要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用这样的方式去折煞自己，好去过度的付出和对待。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去一如既往的经营你们的人生，你们可以去经营你们的天赋，你们可以去了解到你们的宝贵在哪里啊，这是金币侍从的意思。因为周围的指导灵都以你的光芒啊而团聚，以你的光芒呢为一个目标点，以你的幸福为一个目标点。因为我们共修的课题是一样的啊，在这个3维空间也好，在其他的空间也好，无条件的爱。那爱的频率和信息啊，从我们的心轮，从我们的身体爆发。这2张牌一样，有没有？好，我们的歌者在歌唱，好，我们的这个有可能是女神啊，我们的公主啊，好，正在进行能量场的这个疗愈啊，正在通过这个金币去滋养一朵玫瑰，马上就要开花。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代表了我们这个能量的形成和扩大。然后周围的指导灵有没有啊？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有动物指导灵，或你们周围有宠物啊，可能你们会看见小鸟啊，有可能你们会看见一些走地的可爱的动物之类的，他们的眼神在告诉你是什么？第3组牌友，你们的身上有独特的光芒，你们有独特的这个疗愈能力和创造能力，你在这个3维星球是特别的。好，所以指导灵将会给予你们灵感、信息和瞩目。那我觉得第3组朋友，你们当下有可能已经开始发光了，只是在闪光的这个过程里边呢，有一些人事物会对你们进行阻碍。有可能你们要对你们的工作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生活负责，对于情感负责。但指导灵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事情的所有基础都是你要跟自己对话，你要对于自己所有的选择是接纳的，不要过多的委屈自己，好吗？
然后你最可以负责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内在的你。所以我看到最近有一些人好像让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蛮委屈的啊，然后有一些人有可能也会让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去考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人生过成另外一个样子啊。然后我看到周围有一些负面能量和信号，因为毕竟我们这组牌的宝剑非常的多，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顶轮其实有很多的信息，不管是来自于网络啊，然后来自于周围的声音震动啊等等，那我们需要定期的去清理我们的顶轮以及我们的三眼轮和喉轮，我们的上三轮需要被净化一下。那大家呢可以接近比较纯净的水源，也可以接近水晶，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好，有一些朋友可以跟大地接触啊，你们周围有大地之灵，以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帮助我们第三组牌朋友做很好的净化。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好， Page of Wands 权杖公主的逆位，金币4号 Devil 恶魔牌。第三组牌的朋友当下有可能被一些固定的想法困住了，有可能你们最近会有一点冲动啊，做出某一个决定，或者说你们因为过去的这个固执和过去失去的一些东西，你们当下正在努力的让自己去，比如说收敛住自己啊，然后不要太比如说过激，或者说你们在做的一些行动其实是固执的啊。然后指导灵在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可以去扩宽你们的空间，扩宽你们的选择，条条大路通向罗马，做任何的选择，你们都容易去接到宇宙的一把钥匙，做未来的显化。所以这个时候我看到指导灵正在递给你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有可能是突破你过去的一些安全区域，或者说你这个能量和思考一些问题的结界，也有可能是干脆我们就可以大刀阔斧啊。这边有权杖1号和恶魔牌嘛，这个大刀阔斧代表了你们可以去应对和直面你心中的执着、顾虑、恐惧啊，这个恶魔你们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掉。也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虚像，我们没有在可以说是命的意义上或灵性的意义上去摧毁任何人，你们在摧毁和对峙的只是内心当中的负面能量，让你们压抑的东西。我看到这个东西一个容易来源于你们内心小孩，因为这边我们看到金币4号啊，你跟内在小孩这个是跟原生家庭以及前生前世的这个因缘业力有绑定的。再者就是周围的人有可能也会容易暗中的去阻挡住你们，或者说困惑住你们。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并非恶意的，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意图，他们也是自我的，他们也是一个带着小我的人。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需要为你们的人生而战，为你们的人生而歌。还有就是呢，不要过度的去进行叛逆和抵抗我们任何的一个行为都是为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与任何人为敌，这个时候只要去好对峙我们内心当中就他们激发的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机制，比如说痛苦、困惑、执着、不安全感、受伤害的感觉，只要让这个感觉淡化掉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对应或者说不回应一个负面念头，这个负面念头就等于没的存在，因为这是宇宙永远的能量互换的法则，好吗？我们不和负面能量发生纠缠啊。那第三组朋友啊，最近适合行动，指导灵在告诉你的就是你的光芒就在前方，或者说你就是这个发光体，所以你的存在啊印证了一切。而这个时候啊，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是一个华丽再登场的时间点。太阳牌、权杖10和命运之轮是你可以去收复过去一切你失去的，或者说一切阻挡你的人事物将会在未来2个月消融。你们可以在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穿越灵魂暗夜呀，重新的去拿出你们的不管是权杖还是你们的权力之钥匙啊，让所有人看到你们身上的光芒。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种承担重任的感觉，你们的身上有可能有大的责任和使命，但不管这个责任和使命对待你们来讲是什么，一些朋友可能和你的还是缘分有关啊。比如说一些朋友你们有一些天赋，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本身有可能在儿时或过去的一个阶段自然而然已经觉醒了一部分的阿卡西当中的机能和记忆。我看到你们需要为自己而勇敢一战，这次并不是在抵御外敌呀，也并不是我们在通过某一种方式进行自我的证明和发泄，只是为了你们去发光。那我也看到指导灵在帮助你们去解脱一些负面能量，不管是消极的、自我伤害的，还是负面情绪等等啊。指导灵在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的负面情绪将会被带走将会被剪断，然后取而代之的有可能是你们将会重新的发愿和重新的启程。在工作和事业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将会在未来2个月得到新的机会。有些朋友你们将会
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和非常灿烂的前景，这个里边我觉得是你们期盼已久的。这当中有期望，当然也有任务，也有责任，但是这都是你们期盼已久的。还有第三组朋友，你们在未来其实会有比较好的、比较大笔的财富啊涌入你们的世界。如何去驾驭这个财富，这有可能是在财富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要去应对的课题。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有可能是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也好，能量场也罢，还是德行也罢，无法去承载这些资粮，对于我们来讲只是一场灾难。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已经许愿了，我要有一个大财富，我要有一个大机会的话，你们需要的是首先屏蔽掉负面的能量，坚定自我，突破你们过去的这个格局。所以有一些坏的事情、小的事情来临了就来临了，我们把它当成一场考验，因为这代表了，因为我们这个祸福相依，有没有吉凶相称？那在我们有一些负面事情和负面人物到来的时候，恰恰代表了未来我们将会得到好的，有可能会有贵人相迎，有可能也会有对于我们有帮衬作用，给予我们投出很大机会的人来到我们的世界。那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未来这个你们的投资运和你们的偏财运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会有非常理想的职业发展可能。然后在感情上，我认为第三组牌的朋友暂时呢会独善其身，或者在感情上你们的发展稍微慢一点的原因在于指导灵希望你们可以去完成这个阶段的重生，你们可以不被打扰，然后你们可以呢有一个比较远的眼界，看到未来。所以过去的这个情感的障碍啊，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有可能是一种我们这边看到权杖3、权杖9，迷宫式的有没有？我们这个公主啊，有可能从楼梯上下来啊，然后在我们这个路口徘徊的这边因为是逆位的啊，然后我们这边是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的逆位，这代表了我们在灵感上、感应上、情绪上等等啊，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认知。所以我看到因为我们抽的是感情牌啊，感情上来讲，走出这个固定的情绪化的认知，去真正的正确的认知我们的情感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的连接。这边是皇后牌啊，圣杯8号的逆位和圣杯4号的正位。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让自己变得更发光，你们知道自己的优势能力在哪里，你们知道你们的能量在哪里，所以反而你们有可能在感情当中不希望太快的去进入什么样的连接。当然在稳定交往或者说一些暧昧拉扯的朋友，你们也会觉得你们的口味变得越来越高了，有可能你们变得很难取悦，有可能这个感情不管是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不太映衬你想要的状况。星星牌的逆位和塔牌嘛，因为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小看和忽视了你过去在经历什么。我认为你们经历了一个灵魂的蜕变啊，可以说你身体之内所有的细微分子和细胞都在发生着转化。在我们这个地球转化的过程里边，在我们时代转化的过程里边，我们的体内的细胞整个人在生生不息的变化的过程里边。好，所以现在的你啊，有可能已经是翻新一个版本了，尤其在未来2个月当中，你会越来越发现你跟过去不同。但是并不是你在发生置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个事物物件啊，我们这个人类的身体等等啊，都是在不停的发生运转，跟着我们的宇宙。所以当下这个运转是让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抛弃掉旧有的负面的能量、旧有的方式、旧有的习气，好吗？尤其是善待自己。你们会发现在个人的情感上，有可能会在更加正确的时间，我看到你们很有魅力，很有光芒啊，会有这样独一无二，不只是欣赏到你的光芒，还有就是跟你一样发光的人将会出现。因为我们看到女皇牌和太阳牌其实在当下是硬合到一起的，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目光需要看向未来，而不是看向过去，好吗？也有些朋友呢，我看到在最近这个时间段，你们会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灵在啊，就你的灵感会出现，会降临，有可能你们会出现一些觉悟啊，这个觉醒的啊一些有可能是感受吧。那少数朋友我看到在最近这个阶段里边，你们在和旧有的一些方式做对抗，你们不喜欢被压抑，不喜欢被评判，然后也不喜欢被过度的管理然后你们在为什么这样的？因为你们在突破矩阵。我看到思维的矩阵不会困住你们啊，指导灵在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一切成长都在被保护，还有就是你们的神圣阴性能量在被重新滋养然后你们要大力的滋养自我，不管是男生女生，在最近这个阶段，不要过度的去否定自我，以过度三维的眼光看待自己。你们的未来是敞开的，随着你们的能量将会发生翻转。
你们的感受将会成为你们的未来的实相。好，所以还是权杖9啊，我们这边已经洗了一下牌啊，圣杯5号的逆位，金币公主的逆位。好，我们看到是教皇牌。第3组的朋友，你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换一个方法看过去的问题，好吗？这指导灵给我们的信息，换一个方法看问题。你们眼前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随着你们的想法的变化迎刃而解，他们都在你的周围啊，指导灵和爱你的灵魂都在你的周围。还有就是最近呢是可以下订单的时候，但是第3组牌朋友，你们需要保证你们的能量是正向震动的。在这个新月到来这几天啊，其实能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是负面能量的震动，容易爆棚，容易爆炸。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在最近这个时间呢，首先舒缓和调理你们的能量，并且对于未来做出明确的然后有可能是订单，或者说给出明确的承诺，我会在哪个阶段接受什么样的一些进程，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发展，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我愿意去接受这一切，我感恩这一切。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坚定的做出属于你的选择。指导灵在帮助你们，你们背后除了指导灵以外，还有远古的动物指导灵在你们周围，非常的爱你们。所以我看到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们找不到在这个钢筋丛林，或者说我们人生当中的有很多的事情是让我们要去周折和让我们要去浸染的比如说我们要浸染在这个大众环境里边跟很多人发生能量的交互。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寻找比较安静和比较接地气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可以接触大地然后接触植物和动物，帮助你们去收回你们的能量，帮助你们去可以说是转换你们身上的能量然后你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导体。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有通灵潜质的但是在当下呢，宇宙和指导灵都在告诉你们的就是，首先你们要去安排和安置好你们的这个能量体的存在，你们需要让自身首先处在一个可以自我净化，然后可以去让能量正向循环，并且不再用负面的能量和想法，或者说周围人的一些负面震动堵住我们的状态。只要你们将能量和状态打通，你可以是帮助很多人的人，你也可以是完全能够救赎自我和救赎周围的人。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宗教也会带给你很好的救赎。当然我看到有可能这个是你的一些固定宗教信仰，或者说你的一些固定的修行的习惯等等，这个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因此在未来这个阶段呢，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也可以去通过某一些传统以及可靠的方式来深入我们这个能量的进化和提升。好，这个是给我们第3组牌朋友的信息其实是关于我们个人的灵魂成长以及使命更多一些这个课题肯定是稍微大一点沉重一点的，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的这个可以说是理解力和这个顿悟力都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成长就是一刹那之间，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千万不要低估了你们的能力，有可能在刹那之间，比如说未来2个月当中，你们就会发生和完成这场转化。祝福大家。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这一组牌的朋友火象星座我们刚刚讲了，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然后这边看到这个摩羯座、金牛座，好，比较多一些我看到最近第3号牌的朋友，如果你们有很多这个念头在这个头脑和顶轮里边，就是一刻都停不下来去想很多事情的话，你们非常的需要让头脑停一下，听你们心里的声音，心灵的声音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静心，或者说可以说是比如说让自己定坐一下或者说冥想一下。我们这个冥想在做什么？什么也不想，不着一项然后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通过首先是净化你们这个3维世界的环境，风水环境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能量能进行一个正向的循环。一些朋友可以进行点断舍离一些旧有的你不再需要的物件可以将它捐出去，或者是直接丢掉有少数朋友看到你们的家中有很多杯子，或者说你们的桌面上有很多笔或者说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堆在一起的物件，衣服首饰之类的都算，整理一下好吗？
我看到的信息是你们并不需要这么多。那如果大家在这个断舍离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怎么办，大家也可以寻找一个这个抽屉啊、盒子啊，把我们不太会常用到的东西整理到当中去，然后放在一个可以让空间整洁的收纳的这个地点啊，收纳一下，好吧？好，看一下啊，最后宇宙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牌我们看到是自由。好，本身的你就是自由的。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是绝对自由的。我认为你们的灵魂上的这个染污并不多啊，或者一些朋友你们是新灵魂，经历了这个3维世界的东西啊，不代表你们的业力厚重，相反有可能过去的业力不多，所以你们要去结缘呢，要去做一些事情啊，往往它这个发生和发展不会太过复杂，但是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边，你们也非常容易去碰见一些固定的去影响到你们的人事物。好，不管是怎样的，我们这边有2只信鸽，有没有？然后我们这边有1对猫头鹰，所以第3组的朋友，你们是自由的。好，你们就是无忧无虑的金币公主或者金币王子，你可以为自己歌唱，也可以为自己设置最安全的环境。然后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高维的灵魂，你们来到这个3维世界呢，不是来受罪，也不是来过度历劫的啊。你们要相信，你们来这个3维世界是由于自由意志而到来，由于自由意志而进行显化，由于自由意志而进行经历的。不管酸甜苦辣，这种经历啊，对于我们灵魂，对于我们这个阿卡西啊，或者说我们这个阿莱耶识，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你们的灵魂本身自由自在，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样子，时常为自己而歌唱，为自己而舞蹈一下。你们的决定是自由的，周围没有人会控制或者说绑定住你，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去做任何的事情和显化任何的结果。好，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周围还是一样，我看到有这个天使的频率和光斑，还有就是大地指导灵的信号，他们会保证你是安全、美丽啊，或者说是从容、潇洒和自信的。那第2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1号啊 ，birth 生，有没有？我们这个生是从大地的内部啊进行生发，我们这个女神就是大地之母或者是一个种子，它正在穿破我们这个大地的结界，然后向上进行一个生长和延伸。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你重生了啊，或者说你完成了蜕变，已经可以重生了。这个自然的结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彩虹啊，也就是说你的愿力和你的想法，你正在去显化的一切，正在为了你而到来。那我觉得其实你周围的一些困扰和一些负面的能量，有可能也正在被震慑和有可能是打包收走。所以最近这个阶段是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你们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包含了你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固定的事件。那我们这边这个 birth 生的这个牌和我们的主牌也非常的相似，我们看到这个水塔没有？和我们的女神。好，我们在迎接什么？有可能我们的水塔刚刚从这个湖泊里边游泳出来啊，看这个美丽的天地，看这个洒下来的阳光，看这个星辰雨露，都是这么的神奇。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周围一定会出现奇迹。还有就是这个生命能力啊，生命活力包含了你们的身体状态，包含了你们的这个容貌外形啊，然后你们这个 aura 气场气色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阶段是重新生发的过程，所以第3组朋友，你们可以更好的去经营一下你们的外形，经营一下你们周围的这个家居环境、磁场环境。那我看到这个能量的中心就在你们的心轮上啊，心轮和太阳轮上，所以大家可以对于我们这个脉轮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和净化。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歌唱，或者说用声音震动的方式，大家可以去自己发声啊，就在一些你们觉得安全的环境当中，通过发声，你们也可以把附着在喉轮上、心轮上，或者说在我们顶轮上的一些负面信息给震掉。所以一些朋友可以去学一下唱歌。不一定我们要学声乐啊，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是专业的歌者和舞者，有可能通过我们这种自我表达，这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甚至是自娱自乐等等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们会很好的发现自己和拥抱自己的内在小孩，你们是值得被聆听的。
好吗 ？OK， 今天我们所有的信息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3副组牌今日的连接，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在未来这个阶段找到我们的新生，也找到我们的自由。环境在为了你们变得或者说被整合的更好。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拥有自信，你们可以去抛弃掉旧有的，不管是环境还是你们的经历带给你们的一些固定的评价和评论，你们可以去选择你们喜欢的和想要的。宇宙在为了你这场显化而鼓掌，也在为了这场显化，我们的指导灵在帮助我们，共同去迎接和打造未来。再次的祝福大家，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第3副组牌的朋友，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宇宙真言啊，因为我们今天抽了很多塔罗牌，所以这张卡牌被淹没，这有可能也代表了一个sign，一个信号啊。我们是不是一同都忘记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处自己？那这个信息是今の自分を見つけることです。そうゆっくり深く呼吸してから。现在是我们发现自己的时候，只是这样啊。让我们深深的进行一次呼吸。好，我们下面这个翻译过来的信息啊 ，Take an honest look at yourself. Go ahead. Begin by taking a slow, deep breath. 好吗？当下是我们需要深刻内观的时候，而且是诚实内观的时候。好，我们内在的，有可能是我们会有善思，我们会有恶念，那我们会有正面的想法，会有负面的想法，并且深深的在当下，我们慢慢的进行一个深呼吸。好，那 Stacy 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为了我们的重生，为了我们能量的整合，那 Stacy 会用颂钵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呼吸的引导。大家可以呢，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开始深深的吸气，感受光进入我们的身体，要感受我们是丰满的、丰盛的且收到了很多爱意和祝福的。那我们在深深呼气的时候，感受我们的身体正在释放旧有的负面能量，好，释放旧有的压力、疲惫，好，带给我们的各种影响。好，大家可以一起来做3次啊，感受一下我们的呼吸状态是怎么样的。好，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深呼吸。好，感受我们的气进入我们的身体，充满我们的肺，像2片叶子一样打开，散发给我们的身体养分、活力。让我们气沉丹田，感受气正在向下。好，吸到饱和的朋友们可以慢慢的呼气，把我们 hold 在身体当中多余的杂质、杂念、压力释放出来。好，让我们轻轻的放松我们的身体，感恩我们的身体。好，在每次呼吸的时候，有可能我们都正在完成一次清醒和深刻的内观，拥抱内在的自我和内在小孩。你是值得被看到和值得被抱抱的。第3副组牌的朋友知道灵在你们的周围，所以你们不是孤独和孤单的。未来这个阶段无疑你们将会迎来灵性和能量上巨大的转变。祝福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都好。Stacy 会陪伴大家。然后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的连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有空暇的时间很好的做一下呼吸的训练，来帮助我们进行能量的调整和愈合。再次的感恩和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